如果你发现小动物或者孩子无端地看着你，或者毫无保留地向你微笑，那其实就是因为你的气场清澈而洁净。无论你身上穿的是什么，化的是什么妆容，这些都没办法掩盖你的气场。这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互相吸引，让人言不由衷，其实源自于我们内心深处的纯粹力量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在人群中特别引人注目，他们并不一定长得有多好看，但却散发着一种独特的磁场，让人无法移开视线。这些磁场特别干净的人，会让人感觉非常的舒服，像被一个温柔的大海包围着的这种感觉。人的磁场虽然是看不见的，但磁场的能量是巨大的，就像万有引力一样。我们身上的磁场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我们的人生。每一个人的磁场都有一种释放和吸收的功能。如果我们经常和磁场比较污浊的人事物接触，便会把污染带到我们自身的磁场。如果跟磁场比较纯净的人事物在一起，他们所散发出的磁场能净化我们的磁场和心灵。为什么有些人的思维很敏捷，但是到了某一个人面前，他的思维会突然错乱或停顿了呢？那是因为他的磁场被另外一个磁场包裹了，他磁场的功力没有对方的大，所以对方的磁场可以穿透他，干扰他，甚至把他的磁场全部覆盖了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？跟某一个朋友或者家人，或者一个不太熟的人聊天的时候，你会感觉整个身心特别愉悦。你能明显感觉到在聊天的过程当中，你的能量是有所增强的，甚至在聊完天以后还会有一些好事发生。其实这就是一种能量的互换。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，就是这个人他比较旺你，而有些人你跟他坐在一起就会莫名其妙的烦躁，没有办法放松。因为每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磁场不一样，所以每个人都要学会净化自己的身体与磁场。如果你不会净化，不良的信息累积多了，你的身就生病了，并且还会影响到你的运势。比起拥有更多的物质欲望，净化我们的磁场、心灵能带给我们的愉悦才是持久的。所以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磁场。我经常听到别人说，我运气真的很不好，我工作真的好不容易。这个时候你千万别光顾着嘴上抱怨了，你一定要留心你周围是不是真的有消耗你的人。是因为磁场它代表着我们整个的精神面貌，更代表着我们的运气，所以它真的很关键。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，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。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，仔细的聆听。磁场是灵魂散发出的力量。每一个人的磁场都有一种释放和吸收的功能。如果经常和磁场比较污浊的人接触，他也会把我们的磁场给染污了。如果跟一个磁场比较干净的人在一起，他散发出的磁场也能把我们的磁场给净化掉。如果你比较敏感，内心比较纯净的话，就能感受到什么是浊气的力量。有的人长得很黑，但是非常可爱。
有的人长得很白，但你往他旁边一站，就会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一种浊气，这就是我们说的业力。有的人穿得可干净了，可是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很脏，而有的人穿的衣服还带着泥巴，我们却觉得这个人很清爽。这就是一种磁场。我们说这个人很有魅力，很有气质，指的就是他的灵魂散发出来的力量。人与人之间有没有缘，也是从灵魂里面散发出来的。一个人的灵魂比较纯净，散发出来的磁场就好，就能够净化身边的人，身边的人就会觉得很舒服，就说跟他有缘。如果一个人身心不干净，散发出来的氛围很不好，旁边的人是可以感受到的。过去很多住在山上的老和尚，一年没洗几次澡，也不洗衣服，但是你在他身边却感觉特别好，这就是因为他心灵散发出来的磁场比较干净。心灵磁场会相互干扰。我们经常说手机打多了，手机频率的辐射会干扰我们，实际上心灵的磁场一样可以干扰手机的频率，只是我们没有觉察到。就像人与人之间坐在一起，如果你说的话我反抗，或者我说话你反抗，敏感的人就可以感觉到对方散发出的磁场和氛围很强烈。为什么有些人的思维很敏捷，但是到了另外一个人面前，他的思维会突然错乱或停顿了呢？那是因为他的磁场被另外一个磁场包裹了，他磁场的功力没有对方的大，所以对方的磁场可以穿透他，干扰他，甚至把他的磁场全部覆盖了，把他的意识锁定在一定的范围内，所以他的思维就停顿或错乱。放空身心，就不会被其他心灵磁场干扰。一个人如果他能够把他的磁场放大，对方就无法把他的磁场锁定或覆盖掉。所以要把自己的身心都空掉，你身心一空掉，就等于我对面没有你这个靶子了，我的磁场辐射过去，就没有办法把你的磁场给揽扩了，因为空的范围是最大的。我们之所以有时候身体不舒服，也是因为个人的意识太强烈了，自我的靶子目标竖得太显了，它容易收集这个星球上乃至我们生活周遭的人发出的信息。如果你状态比较好，整个身心都空掉了，周围的人发过来的信息就没有办法穿透你，对方发过来的信息有好的和不好的，在他的心中你就像一个靶子一样，他的意识里面想到你，就等于他心灵意识的磁场辐射到你的身上，辐射到你这个人的形象上，甚至可以穿透你。状态好可能顶得住，状态不好就承受不起。心灵磁场会相互污染或净化。有一种人，他的五官长得很圆润，很圆满，可是为什么他做什么事都不顺利，一直不得志呢？在相学里有一句话，上等的看相不是看五官，而是看神韵，一般的批八字才看五官。有一种人，虽然他的五官长得不是很好，
但它散发出来的磁场和氛围非常清净、清透，没有浊气，这种人的运气一样会很好。相反，如果他的五官长得很好，但他的磁场比较污浊，被一种浊气笼罩着，那么他做任何事情都不会顺利，也不会得志。这种人只有通过吃素、静坐才能把他身上的浊气净化掉。每一个人的磁场都有一种释放和吸收的功能。如果经常和磁场比较污浊的人接触，他也会把我们的磁场给染污了。如果跟一个磁场比较干净的人在一起，他散发出的磁场也能把我们的磁场给净化掉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比如平时和朋友、同事在一起，为什么有些人你跟他在一起容易放松，感觉很舒服呢？就是因为他散发出来的磁场不一样。而有些人你跟他坐一起，就会莫名其妙的烦躁，没有办法放松，这也是因为他心灵散发出来的磁场影响了你。有时候他的头脑也很想努力改变自己，净化自己的心灵，但是由于他无始以来带来的信息，他没有办法以那么快的速度净化自己的心灵。凡是多年帮人治病的大夫、专家，没有一个好脸色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每天接触的都是病人，病人的磁场跑到他身上，他的磁场跑到病人身上，病人释放出来的病气和磁场都让他给循环代谢了。所以医生长期给患者，尤其是心灵不干净的病人治病，他们的磁场肯定会进行兑换。但是兑换之后，你要学会净化自己的身体。如果你不会净化，不良的信息累积多了，你就倒下了，你的运气就不好，你的脸上就会有一种像锈斑一样的东西，有一种浊气会笼罩在你身上。要学会净化自己的身体。6. 静心可以净化磁场。今天你出去见那些不好的人，他们散发出来的不好的氛围，磁场被你吸收了。你晚上回到家，一闭眼，一静坐，5分钟就把他们的磁场给净化掉了。这时候说明你可以出去工作了。如果你白天接触那些不好的氛围和磁场，回去修了好几天还没有净化掉，那你最好少出去。而一个修行人可以通过修行的频率振动，把记忆中所做过的不好的事情清洗掉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静心呢？当你的频率处在一个低层次的时候，你就会被干扰。当你的频率提高时，你在这个低层次所做的一切就和你脱离了，就不会被业障追赶了。7. 打开心量，与万物融为一体。首先要把心量打开，这样你才能够感受到他人的存在，自然界各种力量的存在。我们人之所以开不了悟，就是因为心灵没有打开，所以没有办法和道接通。你一个人坐在这个屋子里，你能不能感受到身边每一个人的起心动念？不要说每一个人吧，能不能感受到一半人的起心动念？你能不能感受到这个磁场，这个氛围？能不能感受到不是你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，而是有很多场？这时候你内在的力量已经张开，把周围的人包围进去了。
这时候不是大家进来了，而是你把大家包容进来了，所以你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磁场，周边的万物。如果你内在的力量是合在一起的，你就会感觉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。就像下棋，你走一步棋，就牵扯到整个棋盘里的棋，这才叫做真正的活在当下，也就是和万物融为一体了。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，可能有的人也会劝你们少熬夜，保持乐观，多运动。这种看着好像挺对，但其实一点用都没有。我给大家实实在在地总结了2点真正有用的建议，希望真真正正的能帮助到大家。所以看到这里就先点个赞吧。第一部分是避免减损，放下助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。可能你以前是一个特别喜欢帮助别人的人，这是一个好事儿，但是你很热心地给你的朋友分析情况，并且提出了建议，但最后并不能真正的作用到你朋友身上。这种事儿大家应该都经历过。其实有的时候，朋友只是需要你的陪伴和支持而已。生活这场答卷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课题，对应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法。我们很难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别人的答案，所以当别人没有主动地向我们寻求建议的时候，不要主动地先给别人提供建议。虽然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是善良的，但人类的天性就是不喜欢被好为人师的指导。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，与其我们消耗自己的能量去给别人提供建议，然后还不讨好，那不如我们这个时候换一个方式，更包容地看待别人，尊重他人的命运，也理解他人的局限。我们让花成花，让树成树，能管的和应该管的永远都只有自己。不要因为进入了别人的因果而扰乱了自己的磁场。第二部分是增强磁场，咱们把这个口头禅换成望自己的话，言出法随，出口成真。语言是有它自己的能量在的，你说出去的话就是你自己的磁场。我们每天的所思所想都是通过语言向外界传达的，这个在心理学上叫自证预言。当你总把一些不好的话挂在嘴边的时候，外界很难给你正反馈。就比如说，你想象一下，你身边有一个人整天在你旁边念叨我太难了，我好累，我好倒霉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磁场，一定要把我们的口头禅换成正向表达。就比如说，把我好倒霉换成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，把我太难了换成问题不大。你要给自己这种心理暗示，我能解决所有问题。而且我们不光要给自己说好听的，还要给别人也说人好听的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批评别人的话要三思而后行，但是夸赞别人的话可以脱口而出。这个世界它的确是好与坏同在，黑与白共存，但是当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都是那种积极的、向善的之后，我们的人生也一定会受到积极的正向反馈。做到了这2点，你就会慢慢感受到你的磁场给你带来的一些正面的影响。灵魂纯净的人越漂亮，磁场越干净，长相越漂亮，流淌在我们身边，
竟是宇宙的磁场，拉扯着我们的心灵，照亮着我们的面容。千百年来，古人常说修心养性，和而不同，这并非空洞的道理，而是深藏其中的智慧。演化至今，这句智语的精髓恰恰可以解析我们形态美的秘密，那就是磁场。古代智者说，心随形转，气随意动，这强调的是内在和外部世界的和谐一致，如同古园深处的梅花香气。一个洁净的磁场可为我们的生命增添一抹亮色。可是现代生活的忙碌和快节奏往往污染了我们的磁场，这会影响我们的情感和精神状态。诗人杜甫曾言，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这说明只有保持磁场的纯净，我们才能更好地领略人生的美妙。那么该如何净化我们的磁场，维持精力充沛呢？以下是9点古今融合、文情相应的净化策略。01，以静制动，静心冥想。从中国古代开始，冥想就是休养生息的方法之一。清晨出晓，闭上眼，调节呼吸，就像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中的每一笔都尽情挥洒，思绪在宣纸上自由流动。02，听从古人的教诲，阅读诗书，汲取古代文化的精华。读诗品文可以滋养心灵，每当涉猎至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等佳句，便能让心境回归自然，在文字的世界里净化自我。03，以善养德，培育善念。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我们可以通过践行儒家的教诲来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，让美丽从内而外散发出来。04，体运合一，坚持锻炼。不管是体操、太极还是瑜伽，它们都能帮我们达到身心的和谐。当身体随着节奏舒展，磁场也在动静之间得到净化。05，从简生活，整理空间。清爽的环境会大大提升正能量，像古代文人整理庭院，摆放文房四宝，书香四溢的房间同样能净化我们的心灵。06，顺其自然，接纳现实。不要困于负面情绪，而是要像李白一样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。把纷扰抛诸脑后，心灵的宁静自然可以净化周围环境。07，一身美食，合理膳食。古人重视通过饮食来保健身体，药食同源是中国的饮食文化，选择天然健康的食材，既能养身也能润心。08，安寝心下，享受睡眠。群星灿烂，月轮浩劫，夜晚的平静可以带走一整天的烦恼。香甜的睡眠可以放松身心，让磁场在宁静中恢复。在这个繁忙的世界里，人们往往忘记了自己的磁场，结果是美丽、健康和和谐在不知不觉中流逝。净化您的磁场，
就如同在古香古色的书房中点亮一盏灯，照见真实而温暖的自己。09，多穿漂亮衣服，提升磁场能量。您可能听过人靠衣装马靠鞍的古话，现代研究也表明，衣着不仅能够改变他人对我们的第一印象，还能影响我们内在情绪的波动。当我们穿上自己喜爱的服饰时，不仅会感觉更加自信，而且会散发出更加积极和吸引力的磁场。颜色心理学告诉我们，不同的颜色能激发特定的情绪，例如红色常常与激情和能量相关联，而蓝色则给人以宁静和信任的感觉。通过有意识地选择衣物的颜色，我们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提升我们的磁场能量。穿着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，选择适合自己身形的款式，不仅可以让我们的外观更加吸引人，同时也能强化个人的独特性。当你穿上那件既舒适又彰显个性的衣物时，就像给自己的磁场能量注入了一剂强心针。磁场的净化需要持续的努力和练习，但愿我们都能在古代智慧和现代生活的交汇点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和美丽，就像山水画一样，静谧而美丽，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自古宇宙磁场在不停的转动中展现其秘密，将这些进化法则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，不只是追求表面的美丽，更像是对内在世界的仔细雕刻，在嘈杂的世界中找到一片净土。磁场清新的我们，将在镜中看到最真实的美丽，一种如芬芳幽香般持久的美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净化我的灵魂。愿你保持正能量，以后的人生好运连连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